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在视频里面有很多朋友留言说，这么破破烂烂的房子，干嘛不推倒重建呢？然后做一个完整的规划，画一个图纸，按着图纸去施工。我只想说啊，我们这栋房子啊，只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加固维修，然后呢，还不能有太大的一个改动。所以呢，很多问题啊，我们是不能够按着图纸去进行的。那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，就会遇上很多问题。遇上了这些问题，我们又该如何去解决呢？那这期的视频啊，就围绕这个给大家拍一期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改造老房子的过程当中啊，碰到了这些问题，我们是怎么去处理的。这里要给去嘛？要给嘛？这里要给嘛？这里要留个门进去嘛？这里要留个门进去嘛？这里是两间房嘛？两间房嘛，我中间隔断嘛，这里留个门进去嘛。这里留个门。刚刚我们商量啊，这个位置要从中间做一面隔断墙，然后呢做2个房间出来，所以这边呢是有木板墙的，这边还要开一道门进去。现在我们商量的是这个房门从哪里进入。差不多，还要全进去了。全脚嘛？这个怎么进去不走？你要好高。其实这个房门的高度啊，感觉是不太够的，再想想办法，要不要调整一下？这中间呢，要从中柱的位置做隔断。其实2个房间都挺宽的。外面的房间啊，是可以看到江面的，风景是更好。我现在是叫喊他个人来搞。这边啊，铺的木地板，估计今天也差不多啊，可以铺完。现在我们要走到2楼去商量一个问题。这个楼梯已经做好了，现在上下都比较方便。就是这个栏杆的位置，要风凉的我躺雨，莫让雨进来。那他们是啥子？这个位置啊，我们是准备，也就是现在小胖师傅扶着的这个位置啊，准备底下全部用玻璃来做的。为什么要做玻璃呢？因为啊，我们这栋房子现在改成了2层楼，如果不做玻璃的话，下大雨，这些雨水呢，它是可能会沿着这个位置飘到我们的房子内部，所以呢，用玻璃既给整个2楼增加了一个光线，再一个，它又可以起到一个防水的作用，既美观呢又实用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案。之前我们在搭建这个钢架结构的时候啊，一直想到这个栏杆用什么材料去做，我们只是把它焊接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，其他的一直没有做，就是想到这个原因。所以这边我们如果是全部用1整块的玻璃来做的话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整个这个楼梯构造是非常通透的。站在2楼的房间是很直观的，可以看到江面的，这样子呢，风景会更好一些。现在啊，还有个问题，这些镀锌管的框架，远远的看过去是不美观的。后期在装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包裹起来。究竟用什么材料，怎么去做呢？我们也正在商量。所以啊，改造木房子，大家说之前要做好规划，画好图纸，确实没办法去完成，只能在现场遇见问题去解决问题。我们现场几个师傅一起来商量怎么去做。
每次遇上问题，我们都会开会，把大体的方案给固定下来，然后呢，围绕着这样的方案去进行去做。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啊，每天都是这样子，大家开开心心的，有说有笑。其实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，我们整个心里面大家都是非常开心的，又完成了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那基本上问题就差不多是这样子，其他的呢还会遇上一些新的问题，我们再去解决。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那几个问题啊，实际上都不算大。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们这个厨房顶上2楼的位置，因为这里的空间啊实在很宽，将近60-70个平方。这边如果利用的好，那这栋房子以后啊，它的活动空间会更多，而且给人的感觉会更舒服。这上面啊是一个天然的露台，它很直观的可以看到整个江面，风景是特别美的。这边如果不盖的话也不行，晒着太阳会很热，下着雨又不能过来，所以这个顶啊必须要盖，而且四周呢都要做上栏杆。不光是我们成年人、小孩、老人来到这顶上，第一需要安全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顶呢，我之前看过，有朋友给我说，干嘛不连着木房子一起盖过来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如果连着木房子盖过来的话，它的背后呢，整个高度啊是非常矮的，这样子会占用了很多空间，这个顶啊就不能够完全的使用了。所以这个顶我们是准备要给它盖成一个平面，或者最少要比这个木房子的顶高度一定要高很多，这样子啊，这个位置才可以更好的利用起来，对不对？首先想到的是用镀锌管来做框架，先搭建出来，然后上面呢盖上透明的玻璃或者一些类似于玻璃的材料来盖，这样子呢可能它整个成本是比较高的。第二种方案呢，我们是想到用木头从山里面去砍树，或者到城里面去买材料，搭建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凉亭的，全部给它盖起来，上面呢可能会盖瓦或者会盖树脂瓦之类的。当然这个水平面呢可能就不太好做了，因为这个顶可以看一下，从最外面到最里面有9.8米，从这边这头到木房子也是将近10米左右，类似一个快四四方方的一个形状，它的跨度是非常大的。所以啊，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要做好这个顶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们一直是等着，一直在商量这个方案怎么去做，所以啊，现在暂时还是空着的，等把房子内部的装修先做一段时间吧。如果我们想到有更好的方案，我们再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当然朋友们啊，如果你们有一些好的建议，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好不好？